欢迎收听预览群书 Reading with you。 大家好，我是关玉，我是玉群。你有曾经觉得内疚过吗？或者是你心里会常常出现内疚感？那今天要分享的书是你没错，为什么要觉得抱歉？作者具有应用正向心理学的背景，帮助我们能够放下内疚，并且让我们了解对内疚更容易放手的动力有哪些。那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内疚的感觉。什么是内疚呢？书中说明，原则上内疚就是你觉得需要道歉的任何事物，即便实际上你并没有道歉的必要。我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感觉，不过刚刚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想到好像比较常出现就是自己是当桥梁的时候，比如说可能我出国旅游吃到一家可颂店觉得很好吃，结果你听了我的建议之后，就把原本排说要去吃甜甜圈的店取消，然后满心期待想要去吃那个可颂，结果真的到了去的那一天，刚好遇到可颂店临时有事关店，结果你什么也没有吃到，这样可能就会带给我一个内疚感。明明可颂店临时关店也不是我的错，但我就会觉得就是对你感到很抱歉之类的。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这也是一种，对啊。但是根据书中的调查指出啊，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感到内疚，包含像是运动习惯，有 65% 的人会对运动习惯感到内疚。那再来就是饮食习惯，有 64% 的人。那还有就是过往的选择，你可能会后悔啊，那就是有 62% 的人。那再来就是你的花钱习惯，有 59% 的人。精神习惯，像是你学习或是你冥想的不够多，有 48% 的人对这感到内疚。然后还有 48% 的人对不够照顾自己也会感到内疚。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更多的生产力，有 48% 的人。其实蛮多的然后还有像育儿，就是有 42% 的人，然后再来就是没有达成别人期望或是自己的期望，就是有 41% 的人，然后再来就是工作，就有 37% 的人，工作是最少的这些好像都是比较对自己感到内疚的事情。对，大部分就是前面讲到都是，可是像工作就是可能会对比如说同事啊或是主管感到内疚，或是像没有达成期望，你可能会因为别人希望你做什么事情，可是你没有去做到，就比较有责任感的人就比较容易会在这方面感到内疚。对啊，那像这么多原因，我就真的觉得我们被困在作者所说的内疚困境里面，仿佛我们无时无刻都会感到内疚。这样感觉会心情很不好对，就是会带来负面情绪啦，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对啊。那内疚的产生其实它也有性别差异，书中说明啊，相较于男性，女性更容易会注意与感受到别人的情绪，而且很多女性都追求完美主义，还有比较容易严厉的对待彼此，包含自己的女儿也是，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会感到内疚。我觉得撇开性别，这个跟个性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可能完美主义者或者是比较认真负责任的，对某些事情有些人就会常常觉得没有做到就会觉得很内疚。对啊，就是个性的话，你刚刚讲到就是完美主义，这个也是一个，所以男性其实也会，只是女性更容易，因为女性更有同理心，或是她更容易敏锐的察觉别人的情绪，加总起来就更容易感到内疚。没错。那书中说明内疚有3个真相，就是内疚是一种讯息，一种罪债，罪恶的罪，然后债务的债，然后一种机会。内疚是一种讯息，是你的良心试图告诉你，你造成伤害了，或是做错事了，即便事实上你并没有做错事。那关于这些讯息呢，你必须要正确的解读，不然就会做出不健康或是适得其反的反应。那关于内疚是一种罪债呢，代表你所做的行为或无所作为，就是你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都会有它的后果。那关于内疚是一种机会呢，是你有改变或是接受某件事情的机会，你可以把内疚当作一个契机，让你能够厘清自己的价值观或是期望，或是原谅或是被原谅，还有设立自己的界限，或是你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，或者你可以成为更勇敢、更真实、更好的自己，都是透过把内疚当作一种机会来完成。那如果你要把内疚视为一种机会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如何回应内疚，让内疚为你带来希望，以及改变你的人生。我会把内疚当成是一种机会，就是算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如果适度的感到内疚，我觉得是好的。不觉得内疚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成长的机会。那如果是过度内疚，可能又会陷入沼泽，无法自拔。了解这样的情绪，找到平衡点，让自己有所成长，避免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没错，就是让内疚成为你的助力，推动你前进。对，
但是如果你想要处理内疚的话，你就得先分辨你的内疚是真内疚还是假内疚。真内疚呢，就是我们确实有做错事或是造成伤害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要感到内疚。比如说你在工作上搞砸了一个专案，或者是你因为情绪对孩子大吼大叫，或者是你错过好朋友的生日等等，这样真的会觉得很内疚欸。对，这就是真的内疚。真内疚。那相较之下，假内疚就是即使没有罪过也感到内疚。假内疚会让你心里有不配得感，例如你想要开口跟老板讨论加薪，可是又好像觉得自己太贪心了。那另外一方面啊，我应该这3个字也是假内疚的潜台词，会有一直达不到标准的感觉。就是我应该做到怎么样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就是假内疚的症状。对，就是你可能用别人价值观或是别人要求来要求自己，说我应该怎么样。那之所以会感到假内疚呢，可能是因为你有以下5种思维的模式。第一种是我做错事了，而这个错误的概念是由你个人的价值观而定。那第二种呢，我相信自己对某人或是某事造成的伤害，即便事实并非如此。第三种就是我做的不够多。第四种是我比别人拥有的更多。第5种，我并没有做某件事，但是我想做。例如你考虑做不对的事情，或是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事情，那你也会感到内疚。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第3种比较多，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我做的不够多。但是好像也不会到内疚这么严重。但是也会轻微带来一些内疚感啊，但是就会让你觉得有负面的情绪。无形的心理压力。对，没错。那我觉得这5种其实都还蛮容易会有的，比如说像关于第2种就是别人的期望嘛，比如说别人希望你怎么样，可是你没有做，然后你就好像仿佛就对他造成伤害。对，我做的不够好，好像没有符合他的期待。对对对。然后还有第5种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心里有一些不好的念头，可是你没有去做，但是这些也会让你有内疚感。连没有真实去做也会有内疚感吗？对啊，因为你可能就是知道说这是不对的，或是这是违背你价值观的事情，可是你有想到我怎么有这样的想法？对，有时候我们内心还是会闪过一些比较邪恶的想法嘛。对啊。但是我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人，我们不会去做，但是事实上这个想法可能也会带来带来内疚感。这么严重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无时无刻都会容易感到内疚。对，所以要适当的释怀。那接下来书中也会教导我们使用剥洋葱法来处理内疚。剥洋葱法是什么呢？那这个剥洋葱法呢，是用就是剥皮，就是 peel P-E-E-L 这个缩写来说明的。第一个 P 的话，就是你要准确描述你内疚触发的因素，也就是让你感到内疚的情况跟原因。那第二个 E 是要检视你的想法，关于上一点的触发因素啊，你对自己所说的话是什么？通常会是用上面所提到的5种内疚思维模式之一。那关于这点呢，就是你通常很容易出现一个想法，你就把它当作是真实的，所以你在这一点就要先检视你的想法是对或是不对的，那是你真的内疚还是假的内疚。那再来第3个E，就是把谎言换成真相。以这种情况来说啊，就是你发生的情况来说，是应该要有更准确的想法是什么。那再来是最后一个 L， 就是列出你的证据。对于这种情况啊，什么样的行为、价值观或是证据能支持这个真实的想法？那运用以上剥洋葱法，探索你的内疚，然后并且书写下来，然后去处理你的假内疚。有点像是抽丝剥茧的感觉，先找到原因，然后再去想可以怎么样去对应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假内疚的情况发生。对，就是先检视过后，然后还是要有替换的概念，就是你要把那个内疚就是用别的想法去替换掉。才不会就一直累积下来，然后最后大爆发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处理真内疚呢？我们可以运用6个方法，书中称为6A 法。第一个方法是承认自己做的错事跟造成的伤害，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第二个是评估，你可以想想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什么损害，接下来你该采取什么行动。那第3个就是道歉，真诚的道歉。第4个弥补，尽可能复原补偿，阻止进一步的损害，确保不再发生，以及承担后果。那第5个调整行为，从中学到教训，改变行为，并且不再重蹈覆辙。第6个是接受宽恕，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啊，接受自己的失败，并且原谅自己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还是要原谅自己。然后这个跟前面的剥洋葱法好像也就是有一些是重叠的，只是前面剥洋葱法是针对假内疚吗？剥洋葱法也是可以同时处理真内疚。
对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做错事的话，就是6A 法会比较适合处理真内疚的状况。哦，比较完整的一个处理方式。因为你还是有那个道歉啊，或是弥补的环节，是真的是用在处理真内疚，因为你真的有做错事嘛。可是如果是假内疚就没有，假内疚的话就是用剥洋葱法的部分，就是让你去检视你的想法，然后你要把你那个假内疚的想法替换掉。哦，避免之后还有这样的就是假内疚的想法。对，就是重设啦，等于重设的意思。对啊。那当然内疚它会带来负面情绪的影响嘛，不过内疚本身也有一些好处，其中一个好处就是预期内疚这件事情可以引导你的行为，让你变得更值得信赖，更成功。因为你会害怕没有达成期望，所以你预期会感到内疚嘛。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促使你做正确的事情，并且负责任，控制贪婪，以及让你忠于你的价值观。那此外，要如何利用内疚来培养成功的特质呢？书中说明，尽责性这个人格特质啊，在成功人士身上更为常见。有责任感、尽责的人，往往会从事有效率、考量到未来后果，以及让他们能够成功达成正向结果的行为。那当尽责的人害怕没有达成期望而内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尽力达成或是超越期望。不过作者也特别提醒啊，要对正确的事情尽责，确保你遵从的或是从事的那些事情是符合正确规范的，也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。就是对自己目标范围内尽责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就是为了达到其他人他们自己的期望，然后反而让自己就是出现一些内疚的情绪，这样反而是不好的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有提到作者强调啊，你要对正确的事情尽责，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在一些组织里面或者在一些公司里面，可是这些组织或是公司是从事犯法的行为，那你就不能尽责。对对对，就是非法的，或是跟自己价值观有相异的背道而驰的事情，对对对，就不能去做，不要太尽责。那这边要特别分享一点，就是书中有特别说明啊，如果你愿意阅读或是聆听有助于自己成长与达成目标的书籍的话，就是一个尽责的行为。感觉就是在说我们大家，包括我们的听众好朋友。没错，对自己的想法尽责，还有学习的欲望，就是我们愿意成长。那书中还分享了关于如何重设自己的期望，停止内疚，终结情绪勒索带来的内疚等等，以及如何重拾喜悦这些内容，是一本内容丰富而且能够带你一步步放下内疚的教练书。那我最后想分享书中与放下内疚同样重要的内容，就是触发你的快乐。当我们一步步把会带来负面情绪的内疚感放下之后啊，也要让自己快乐的习惯融入在日常中。书中分享了13个触发快乐的因素哦，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因素啊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让我们可以时常感到快乐。第一个就是期待，第二个是感激，第三个是连结，也就是爱，那第四个是服务，那再来是目的，就是使命，那再来是运动，还有玩乐，还有迷人的话语，就是你要有意识的正向发言，那再来是财务技能，你要量入为出，给予以及购买经验，而不是购买物质。就像你之前有一集说的，你是要购买非地位财，而不是地位财，对自己真正重要的财富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微笑，那再来放松，还有心流，最后是细细品味，运用你的五感感受一切，欣赏当下眼前的事物。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一些做法，像是生理性的，比如说像运动跟微笑跟放松，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多巴胺分泌，就会让我们更快乐，然后更放松。你说的很好，就是有分生理层面跟心理层面你可以去做的，就是让你维持快乐一些习惯。希望本书的分享能让你开始免于内疚，并且由衷感到快乐，并且能够自由地拥抱自己人生的期望与使命。内疚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就是要适度的发生，不要太过陷入里面，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有所成长。对，拒绝不必要的内疚感，但是你也可以利用你的内疚感去推动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今天的阅读分享就到这里，欢迎到脸书 IG 或是 YouTube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别忘了留下5星好评。那期待下期节目再次与你相遇咯，拜拜。